在今天直播的此刻呢，相信我跟季大使，我们两个都没有打到疫苗，你没有打吧？还没有。对，疫苗现在在我们台湾呢是稀缺物资哦，比这个黄金还珍贵。那么现在呢，在吵的是哪些人呢？可能是特权可以打到疫苗哈。最近在台湾实在是吵得沸沸扬扬。另一头呢，台湾的自产疫苗，特别是高端，因为它的股价波动得很厉害，所以呢，在这个很多民众的检举之下呢，目前检调也要查，能够查出什么吗？但是在此同时啊，最近倒是引发这个台湾民众的极大关注的是，似乎因为自产疫苗的事情，这个蔡英文呢可以说是丢脸丢大了。怎么说呢？闹出了一些案外案。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台湾的一个我们看到比较立场比较亲绿的一个媒体啊，《镜周刊》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独家报道。在这个独家报道里面呢，当然它的整个轴心看起来呢是像是我们台湾的自产疫苗比台湾民众想的好很多。那么台湾民众呢不买单，但是我们看到在东南亚各国呢纷纷都很有兴趣要来这个采购。比方说它里面就写说像是菲律宾呢2度致函给台湾，说如果台湾疫苗呢经过台湾的 EUA 认证之后呢，就可以到菲律宾在当地呢，不用进行3期的实验呢，可以直接施打。言下之意呢，也就是说，菲律宾我们知道他已经采购了这个国际间的8种疫苗，那么他也对台湾的疫苗有兴趣。台湾的疫苗如果通过我们自己卫福部的这个认证之后呢，那个菲律宾采购回去之后，就直接可以帮菲律宾的民众施打。言下之意是这样。不止如此呢，还有5个东南亚的国家都有兴趣。而这个报道呢，它是用独家新闻的方式再推出所以推出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民众呢看到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利多消息我们台湾产的疫苗你看到受到国际间的青睐，所以呢不想打台湾自产疫苗的民众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呢，台湾每天的指挥中心呢，就是卫福部都会举行一个疫情记者会，所以当天主持的人是副指挥官陈宗彦，记者就去问陈宗彦，结果陈宗彦呢，我现在推测他可能也懵了，他可能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毕竟是好消息嘛，所以他的讲法呢非常的模糊，有点不置可否，语带模糊。他就说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台湾的高端联亚一直在寻找境外合作试验国家，至于呢这些国家是不是有表明要比照台湾的紧急授权，我们再请食药署来了解一下讲的好像好像有这回事但可能涉及机密，所以不太方便讲得太清楚。所以呢，很多人这个信心燃起，觉得我们台湾产的疫苗是不错。但是没多久呢，这个食药署这个署长吴秀梅呢就说，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菲律宾的来函。然后没有多久呢，没想到菲律宾的这个总统府发言人呢，直接打脸辟谣，这个话呢讲得非常非常的直白，就叫做我否认。直接粗暴。好，整个事情就到这边炸了锅。我想谢大使你也非常非常关注这个讯息当然，第一个很多民众看到的第一直觉反应就是丢死人了，这脸丢大了我们自己这个唱衰我们自己的疫苗不打紧，你看到现在连这个海外菲律宾还说什么5个国家要采购。没这回事嘛这是吹牛皮吗？又是1450在带风向吗？季大使怎么看？这个就是一个假新闻嘛。这个假新闻的话，在国内很多了啦，这不是在台湾太多了。那可是这次把菲律宾扯进来了，而且叫人家去这个等于说是为这一支有争议性的疫苗做背书。那菲律宾当然要辟谣啦，因为这个菲律宾老百姓会质问说，听说台湾那支疫苗没有经过3期，你怎么就可以拿来跟我们菲律宾人打？因为所有世界任何的老百姓都希望打的疫苗是安全的，那你安不安全？你起码做完所有的法定的程序嘛，这是世界标准嘛。那你菲律宾如果今天被人家政府说要买一支没有经过完整的这个测试程序的一个台湾的疫苗的话，菲律宾老百姓会找菲律宾的政府算账，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扯的。所以菲律宾的反应是国家级的反应他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出来，他是总统府的发言人，直接简单粗暴的这样子说，我否认，对，不给你任何解释的空间，就是没这回事，一点点模糊空间都没有。不行，完全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外交事件。对，我觉得菲律宾政府没有这个透过外交管道来请这个蔡英文这个来彻查我想这件事已经算是没有再继续追究了。要不然再继续追究的话，
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妨碍到人家政府、人家的国家利益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新闻显示出来，台湾内部如果说是民进党政府在操纵的话，这个新闻的话，那他们绝对实在太缺乏国际常识。季老师，你讲的对哈，就是谁在操作？因为我自己是这个新闻记者啊，所以这个新闻记者会怎么样写新闻呢？特别是你要写一篇独家新闻，独家新闻是非常可贵、非常珍贵的，尤其在网络时代呢，现在真正这个有内容、有料的独家新闻很难找，线索很难找，所以每个记者呢，如果说有独家线索，他都会如获至宝。那么这一篇呢，我就特别仔细看了，作为独家新闻一个很重要的要件，你必须要有 talker， 就是你必须要有受访者。这个受访者呢，他必须是有权威的、有消息来源的等等。当然，因为某一些敏感的因素，你可以孤隐其名，但是这个受访者呢，必须要存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他只引用知情人士。知情人士那讲的话呢，有时间、有地点、有内容。比方呢说呢，不只是菲律宾对于这支台湾的疫苗产生兴趣，而且呢，菲律宾政府还2度致函我方，还不是一次写信来哦，2度哦，2度来探寻什么意思？就表示有强烈的兴趣嘛啊，就不只是说 email 问一下而已，他是致函我方哈。所以写的我们看到，在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呢，说实话，就是以我们新闻记者的敏锐度来看，你觉得这应该是无风不起浪，因为他所有的细节都写得煞有介事啊，所以到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食药署说根本没有收到菲律宾的来函，更不要说是2度，然后呢，菲律宾出来打脸等等，所以让整个事情大逆转。那么现在呢，当然您刚刚讲说这是一篇假讯息，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是一篇假讯息，这个知情人士根本就是一个1450，是一个绿营的网军的话，我也只能说他的技巧太高超了啊！所有的人事时地物这么的细节，而且曲折离奇，整个转折的这个过程写得非常的详细。这个报道洋洋洒洒好几页，还不是一篇这个短文哦。在操纵这个事情呢，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因为现在国际间的讯息流通非常的容易，大家透过网络接收也很容易。台湾英文好的人也很多，甚至台湾懂菲律宾文的人也很多，台湾菲律宾通也很多。所以放这个讯息的人哦，设计了这么一大篇的假新闻，写到这么的详细，现在来看是处处是漏洞啊！你怎么看待这篇假新闻？是一个完全没有国际常识，在冷气房里面凭空想象出来的吗？对，这个新闻啊，我觉得这个是100%造假，因为它不是意见表达，它在捏造了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比如说这2封函，对，这个就是说你要取信于读者的话，你一定要捏造这种事实，人家才说，这个煞有其事。可是没有这个函，那么今天基本上，我觉得政府的检调单位应该要很认真的态度去调查这个案，这篇新闻追究法律的责任，因为它已经造成我们整个在菲律宾、台湾在菲律宾的这个形象也重创了我们跟菲律宾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互信的基础。那这种产生的代价那是难以想象。你这个台湾的形象，在菲律宾的形象，不是一天一天造成的。这种新闻一出来，你就是摆明造假嘛。就是因为你摆明造假，而且你把菲律宾拿来帮你做背书，免费的背书，把人家牵扯是入你国内你自己台湾内部非常有争议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人家绝对会由他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出来严重打脸。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案子真的这么常要强调新闻真实性的，对这个社会假新闻冲刺好像深恶痛绝这个蔡英文这个权贵集团他们应该要出来正式来以这个案子好好来办一办，查一查。但这个事情它的这个结局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还有续集。本来说这个事情呢，后来被菲律宾这个秒打脸之后，应该就灰头土脸、摸摸鼻子就算了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呢，把它操作成另外一个，变成他们是受害者。怎么说呢？我先讲这篇假新闻，因为他写的煞有介事，又写得很长，非常的详细。一开始呢，真的像我们很多资深媒体人都觉得，
恐怕是有真的哦。然后第一个怎么想呢？就说是不是我们太低估了这支自产的疫苗？那么第二个呢？哇！我们台湾的销售能力也太强了吧哈！你想想看，3期都没有做完啊，在全世界呢，现在已经有7支获得国际授权的，可以这个走出境外啊，到处拿到这个疫苗护照的这种疫苗。而我们台湾的这个呢，打了就算它安全有效，但是呢，你境外是去不了的啊，因为它会不在这个世界的认证，不在世界的这个 EUA 的授权范围当中。而这样的台湾产的疫苗，竟然可以获得菲律宾还有其他东南亚5个国家的欢迎或者是采购，我只能够说是台湾的销售能力真的是太强，或者说呢，台湾对外的联系能力实在是太强。当初这是我看到这篇报道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哈，但是没想到后来结局神展开哈，就是戳破了一连串的牛皮，然后我觉得最惊人的还是这样。在戳破牛皮之后呢，蔡英文的发言人就出来澄清。你仔细看哈，他把它操作成什么？因为事情到这里呢，我们一看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绿营你要操作它，但是没想到害了他的一个很不高明的一个操作方式。你要告诉大家，这个从外销转内销，你看看台湾人不喜欢自产疫苗，你看看东南亚他们多受欢迎，所以你们这些台湾人要想清楚所以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现在蔡英文的发言人把它操作返回去，也就是说我们是受害人有些人在带风向故意把台湾疫苗厂有没有跟菲律宾洽谈3期人体实验，跟菲律宾是不是要向台湾提出疫苗协助，混为一谈这个部分，因为他这个话呢，一句话句子很长，所以拆开来每个地方都有点你要想一下。后面这句，跟菲律宾是否有跟台湾提出疫苗协助混为一谈，我就不太懂。菲律宾都已经采购了8种疫苗，他为什么要跟台湾提出疫苗协助他们的疫苗数量比我们台湾多得多。我们台湾现在是这个疫苗，你看连8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家都不见得打得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疫苗厂是不是向菲律宾洽谈合作？当然这个东西不知道啦，但是要跟菲律宾是不是提出疫苗协助混为一谈？所以他说这叫做有心人士，把2件事情混为一谈。然后呢，这个蔡英文方面呢就提出了3点澄清。这3点澄清就是说，对于厂商的行为，我们不予置评啦。那确实是没有收到这个菲律宾的来函等等，就是把自己又拉到了一个制高点上所以这个操作我觉得也是很厉害。他这做贼喊捉贼嘛，然后转移注意力嘛，转移焦点。真的，蔡英文政府这些人他真的这一方面是颇有天分，而且经验丰富，所以真的是希望他们把它用在这种带风向，或者说带这个说转嫁祸，或者说叫别人来背书，这一切的这种聪明才智啦，我真的讲他这聪明才智能够用在正途。用来好好来防疫，你就不会防疫防得如此之烂。要靠你那种想象力，他那种胡扯栽赃，然后转移注意力的这些本事要发挥的那么淋漓尽致。也就是说，聪明才智用到正途吧。你再这样子耍下去，你想想看，过去最会耍的纳粹那个宣传部长。那时候那个戈培，那个是世界有名的搞宣传的，搞 propaganda， 这个整个他们搞出来，最后纳粹政权怎么样？最后一败涂地，因为不管怎么讲，你今天掌握了权力，你是要替大家造福的，而不是用你的嘴巴让人家感觉你做了很多好事，或者你没有做很多坏事。这就是台湾现在整个社会变成如此之失序。然后大部分人呢就感觉无奈，因为你都在用你那个巧言令色那个嘴再把你做的坏事不断的还嫁祸给别人。这些人我觉得应该但这个也我觉得谢老师讲的很对真的是蛮有天分的，一般人想不出来。我觉得也是个神操作。我举个例子嘛这就像是今天我有个次级品，我要卖给谢老师我就告诉别人，我这个次级品我已经成功卖给了谢老师。就谢老师说没有我没有跟你买然后我就说这样子。谢老师有没有要跟我合作还有这个谢老师是不是向我寻求协助你们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有点这个调调，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发言人把一件纯粹负面的事情他用非常非常正向的方式来讲，而且他自己变成一个受害人，都是这些有心人士在进行操作。但是我们回到事件的主轴，你就要再回过头去看到那篇所谓的独家报道。我最近看到了这个媒体呢，他在这篇被打脸的独家报道之后，他又发了一篇独家报道他没有道歉。他并没有为他的错误道歉，他也没有讲这位知情人士、有利人士为什么要撒这样的瞒天大谎都没有讲，他就把各方的这个讯息稍微澄清一下，又出来一篇独家报道。这个呢，我也是惊呆了。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呢，还有这个泰国的这个事件。我觉得这个介老师因为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特别有琢磨，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向你感慨很深了。蔡英文身为台湾的领导人他最近危机感很重，因为疫情的防控不力，所以他的这个民调呢掉得很厉害各方面对他的批评声浪也很大。他最近想要做一些很多止血的动作，包括呢他在这个对台湾人民的喊话当中呢，他现在刻意用台语不是太流畅的一些台语等等，对老人家喊话。他也去这个非常绿的这个深绿的这个媒体呢接受访问，也操着这个不太流利的这个台语在讲这些事情。那么讲着讲着呢，他就讲了一段嘛他说呢可能是台湾的疫苗为什么这么少？他就说呢，因为供给台湾的 AZ 药厂呢主要是在泰国，但是泰国的疫情很严重所以他们就优先把疫苗留在了这个国内。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你直接听起来就是说因为泰国自己疫情很严重嘛，所以泰国就不让他们的疫苗出口，就跟印度过去一样嘛。但是呢，话讲完没多久，这个泰国的这个副发言人也出来打脸，没有这回事所以这个部分呢，让台湾民众真的是蔡英文灰头土脸，台湾民众也觉得很没面子。不管如何，他毕竟是我们的领导人，连续泰国、菲律宾而且都还是由发言人、由副发言这种层级，也不算是太高，出来直接打脸，您怎么看？我觉得真的是蛮丢脸的，因为我在泰国服务过2年，其实我在泰国真的工作蛮愉快的。泰国人是一个很圆熟的一个民族性，他不带去当场去跟你争辩什么事情，他非常非常讲究这种关系的一种圆融的关系。就在泰国，你跟泰国人互动，特别要讲究礼貌。你就是说，大家以礼相待的时候，你会觉得泰国真的是一个很祥和，然后他很注重人际关系一种圆融的一个社会跟一个文化。那今天居然泰国的政府出来直接，他这个话就比菲律宾更严重，他是直接打脸蔡英文。对，那可见这个事情对泰国人来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忍下去这件事情，因为你说了他没有做的事情，而且你用总统你用这个蔡英文这个高度来讲这件事情那人家更没有办法保持缄默。所以反应的很快。那这里面蔡英文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他不太清楚他今天讲话的轻重，而且呢，他大概国内关起门来做大内宣反正就针对他的那些支持者随他怎么讲，可是他这次提到了一个第三者，提到了泰国。那么泰国，你如果说是对他有一些不公平的论述，或者没有这件事情，你把它讲这件事情的话，人家必然强烈反击。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泰国的政府来讲是强烈反击，又快又狠又准。那么这个在我学外交角度，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外交事件。对，那你今天蔡英文被人家国家被这个总理府的副发言人一记响亮耳光打下来，他哑口无言。也就是说你说错了嘛，是没这件事情。对，但现在这个蔡英文发言人也是一样嘛，神操作，他现在把它弄成一个这个翻译问题蔡英文讲的是说他们就优先把疫苗留在国内，那他是说这个他们指的是药厂。对，药厂优先把疫苗留在国内，请问药厂怎么会决定说这个药要给谁用呢？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当然逻辑不通啦。但是这是这个蔡英文发言人的危机处理。我倒是想跟这个请介大使谈一谈蔡英文在台湾呢，过去所有的谈话他几乎都要看稿。他不管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他对台湾人民的讲话等等，都要看稿。他如果不看稿的话，他的讲话就极其简短，而且极其官式
他看起来是一个不善言辞，或者说是在语言方面很没有安全感的人。那当然他这次呢，他罕见的接受了绿媒的现场访问，因为主持人丢的问题没有可能虽然我相信题目有呈给他看嘛，但是也许有些时候会加题啊，不见得会照着顺序问啊等等。蔡英文也不可能照稿念，所以你看到这次哈，他难得不看稿，就捅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啊。那当然讲错了，我觉得第一个他的讯息错误是不是来自虽然贵为台湾领导人，但他可能是遭到蒙蔽。他可能很多对于台湾的防疫措施他并不理解，比方说他最近呢向台湾人民喊话，拜托老人家赶快去打疫苗。如果你不太了解台湾，你就会以为台湾大家都不打疫苗，很多剩了很多，大家都不打。但真实的状况是大家抢着打，打不到。但他的讲法就很奇怪，我拜托大家赶快打疫苗哈。所以就说他接收到的讯息是不是不是真实的，他被蒙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蔡英文在这个国际间，他也算是相当有经验嘛哈。你看到他留美啊，在英国他都有生活、有实务、有求学经验。他过去是台湾重要的贸易谈判代表，他的国际事务经验是丰富的。他怎么会犯这么大一个错误？其实这个就是说，也许我们对他的能力是高估了啦。他这个，所以他不敢不照稿讲话，就是因为他不照稿讲话，就会出今天这种纰漏。那这种纰漏，一般有他这种背景跟资历的是不太会这样讲这种话。也就是说，他这个能力啊，这个资历是有问题的。那他比如说这些很多不进入状况，是因为他不接地气啊。他现在的生活你很简单啊，从办公室到他这个住的宿舍啊，就这两个地方跑。他什么时候跑到基层去看过了？他不像以前讲金国先生，每天坐的车子到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去干嘛？探访民瘼啊，知道老百姓生活的，不是听他的下面人给他报告，下面报告的这个失之毫厘，他在这边坐在他的深宫大院里面，抱着他那几只那个小狗哈，他以为都生活整个这个民生乐利吗？现在是民不聊生啊，尤其疫情让老百姓真的苦不堪言啊，大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你看他一开口就露馅了，那当然。这个我说他的学问不太好，那就是要彻查一下他到底什么学校的，能念到什么学历啊？当然这个是一般会认为说，哎呀，你这个又留学又参加这，可是事实的表现真的就是很差。然后呢，他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现在不接地气，这个问题就已经很清楚了。我想他听到的报告，如果都是从什么陈时中啊，什么陈宗彦啊。这些人，或者说他，反正他跟苏贞昌关系不好嘛。如果都陈宗彦这些人报告哈，那绝对是跟现实状况是天壤地别了，天差地别了。那今天台湾所有的指标，用国际标准来讲，都是全世界倒数第5啊。那他难道他不知道吗？还会讲这些离谱的话？然后最离谱就是说，以他今天坐的这个位置啊，居然会提到泰国。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去提另外一个国家来替他怎么讲呢？甩锅。不过他这是第2次了。对。为什么他对泰国，在泰国真的凡事不过三。他前一阵子对泰国也搞一个大乌龙。泰国这个国庆，他去庆祝，跑到人家泰国驻台代表处，结果写了一个 Thailand 用英文写。把人家那个英文拼错，对，拼错了。他 TAILAND， 人家泰国是 THAIL， 他少一个 H。想想看，你怎么会把人家的国名都拼错了？所以这一次国庆这太失礼了。这是第2次了，这就是只能说他是个乌龙人物啦。搞乌龙搞得大家都替他被他所以他可能还是看读稿机要好一点了，对不对？最好是看读稿机，真的。我想做他的幕僚也蛮辛苦哈。我再给大家补充几个讯息哦。台湾的防疫破功到现在为止，我们才赫然发现，台湾还不只是没有疫苗呢，包括了呼吸器包括了叶克膜，我们看到包括了这个居家这个筛检的这个试剂等等，竟然真的是要什么没什么哈。所以台湾最近民间动起来之后呢，民间的速度真的很快，民间一张罗3天2天马上送到
医护人员的这个手里，医护人员感动的都落泪了。但这个东西呢，交给陈时中，陈时中又是采购啊、进口啊、公文啊等等，光是诺富特那个公文要跑这个2个月啊，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让台湾人蛮难过的啦。我们政府的这个行政能力差，但是没有想到差到这种程度。所以《时代》杂志说呢，台湾是叫做吹牛防疫。还有这个高端疫苗之谜最让大家觉得很离奇的，解盲还没有过完全还没解盲，我们台湾的政府就跟他签约了。这个部分呢，无论如何让大家无法理解。那么蔡英文告诉大家说，他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怎么查？查了谁？谁来查什么时间查的？查什么内容？他通通没讲。导致现在呢，我们看到检调要来办了这个北检也好，市检也好，都要办图例呀，办它的股价起起落落有没有人为操作等等。但是呢，根据我了解，司法界是蛮悲观的，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假动作？办得下去吗？怎么可能呢？蔡英文都已经告诉你，他查过了没有问题，你还要办吗？你办是给他难堪，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还是说呢，这就是一个安抚台湾人的一个做法？另外呢，高端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打了高端疫苗，眼看着已经现在跟台湾的移工先讲了叫他们先打这个台湾的这个疫苗，那么打了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菲律宾啊、印尼。怎么办呢？是不是还要再打？进不进得去呢？台湾人打了要出去留学啊、经商，出不出得去呢？这是个大问题。但高端最近吃了诚实豆沙包，高端说呢，我们的疫苗是让台湾人保命先呐。如果你有其他出境需求的话，你要不要考虑选择其他厂牌？我觉得这个高端也还蛮诚实的这点我欣赏他。那么陈时中怎么说呢？陈时中说，那么就等境外的疫苗到位之后，我们就来开放选择喽。言下之意，此刻是没得选在没得选的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呢，之前是含泪打 AZ， 现在呢还要含恨打台湾的自产疫苗。